今天我们来到了挪威最迷人、最受欢迎，也是最多游客必访的小镇之一 Flum。这里有世界级的高山火车、童话故事般的小屋，还有被列为世界遗产的梦幻峡湾。小孩才做选择，这些梦幻景点我全都要。但我们的邮轮只在这里停留9个半小时。为了在最短的时间看到最多，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跟心力才整理出这一趟有效的行程。我叫它 Flum 缩影。搭火车、转巴士，再到渡轮游峡湾，都不是随便乱排的。欢迎照抄我的行程，只要订阅、留言、按赞就好咯。你好，我是 Alison， 这是我挪威峡湾系列的其中一支影片，欢迎订阅。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。Good morning, Flum。今天我们的邮轮会从8点停靠到下午5点半。一下船的第一个感觉就是，哇，这里太美好了吧！像是一个打造出来的巨大主题乐园，美得太不真实了。街道非常干净，空气非常清新，房子也好可爱哦。港口那边就有几间餐厅和很多商店，游客服务中心里面还有卖火车票。如果没有事先买票的话，可以来这里碰一下运气哦。哇，这个 Flum 非常漂亮。我刚刚问了一个很漂亮的工作人员，他告诉我说，今天的票是卖光的。当然，因为今天有邮轮来嘛，所以5000多个游客不是跟邮轮公司提早购买了票，就是像我一样自己在网站购买了票。而我自己就是在 Norway's Best 这个网站购买了今天所有行程的票。首先要购买的是 Flum 到 Myrtle 的来回火车票。我的邮轮是6月中出发，2月中我订完邮轮之后，再到邮轮的官网上面去看，这个观光火车票已经卖光了，可见多少人跟我一样下定决心一定要搭这个火车。而 Norway's Best 的网站，它会开卖120天以内的火车票，所以大家算好时间。而我当初就是调了闹钟提醒自己，每几个小时就要去看一次，因为我一定要坐到9点35分的火车，才可以接下去今天的行程。当我抢到我的火车票之后，几个小时我再进去看，那几个时段符合邮轮游客坐的都已经卖光了。这个票本身就是来回一起卖的，所以从港口出发的时候，你是选 Flum 到 Myrtle 到 Flum， 而且因为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时间表，所以购买票之前还是要先查看一下时间。不要完全照抄我的时间去买票哦。虽然是来回车票，但你收到的收据是一段火车一个 QR code， 把它都印出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时间表上面也写得很清楚，9点35分从 Flum 出发的，会在11点43分回到 Flum。邮轮预计8点会靠港，但我不会买8点20分的火车。如果万一邮轮 delay 了，我就会错过火车了。我们的邮轮在这里。然后这是我们晚一点要搭的 ferry， 在这里，火车站就在这里。待会还有一段要搭巴士的，巴士站在这里。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时间表，结论是我一定要搭上9点35的火车，然后转一段巴士，这样我才可以接上渡轮游峡湾。如果我不这样安排的话，我是没有办法一天满足这2个愿望的。9点35的火车，现在9点5分左右就已经可以准备上车了。Hello。好了，我们进来了。我们自己单独订票的就已经在这里排队了，有优先排队的权利。现在这一群呢，都是跟邮轮买火车票来的，前面的几节包厢都是给他们的。在做攻略的时候，我学到坐这个火车呢，就要坐在6号车厢，而且要坐靠近月台这边的位置，风景会比较漂亮。而我自己排出来的 Flum 缩影到底花了多少钱？如果直接跟邮轮订的话，又是多少钱？请看到影片最后，到时候再告诉你们哦。这一段从 Flum 到 Myrtle 的火车全程只有20公里，但短短的这一段路，从接近海平面一路爬升到海拔867公尺，是全世界最陡峭的普通列车之一。这条铁路从动工到完工整整花了快20年。
1940年才正式通车，当时因为地形太复杂，总共要打穿20条隧道，而且几乎每一条都是靠人工打造出来的，单程大概50分钟。沿途会看到从冰川融化下来的溪流和瀑布，两边的山谷仿佛有精灵住的小木屋，感觉是用搭火车的方式来穿越北欧童话故事书，超梦幻的。我突然就变少女了。坐这个火车是不用划位的，所以上车之后就自行找位置。特地选6号车厢，是因为当火车开到 Kjosfossen 这个站的时候，只停留5分钟，而从6号车厢一下车就可以看到这个高达93公尺的瀑布，水势非常猛烈，气势非常磅礴，现场的声音超震撼的。接着穿着红裙，象征着森林精灵的舞者现身，配着挪威的民谣跳着舞，整个仙气爆棚。这个表演从1950年开始，而且夏季才有哦。好了，我不爆雷了，请你们现场来看，真的很震撼哦，让我毛骨悚然。记得一定会湿身的，要带防水衣服哦。接着火车就会继续往前开到 Myrtle， 到了 Myrtle 之后会在那里停靠大概5到10分钟，要看当时的情况而定。接着同一班火车就会开回 Flum。 如果不想坐火车回 Flum 的话，其实可以参加脚踏车的行程，又或是徒步回去，但是这样的话就没有时间去搭游峡湾的渡轮了。回程的时候到了瀑布那里还是会停车，所以还有一次机会看到红衣女孩。下了火车，现在我们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在这边逛一下，待会1点15分我们要搭上巴士。下了火车之后，整个港口变得好热闹哦，商店都开了，还多了很多挪威特色的餐车。好香哦！火车站在这里，这里有一间小型的博物馆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栋可爱的黄色建筑物其实是间结合了纪念品商店的小型博物馆，里面展示了老式火车头、维修工具、工作制服的模型，还可以看到当年建造铁路的珍贵历史照片。重点是免费的，非常值得进来参观哦。这个是 Flum 火车站的模型耶，好温馨的家哦。这里就是我们等巴士的地方，在 A 这里等。反正等车的地方不是 A 就是 B， 刚刚说是 A， 所以现在我们又在这边等。反正车子会来，要有信心。在车站有工作人员检查车票，所以只要不迟到就不会错过巴士。我们正在前往这个地方，车票可以提早上网买，选了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搭，不是随叫随停的那一种巴士哦。搭巴士的话只要20分钟，如果是搭渡轮的话就要2个小时。那为了要搭上2点半的峡湾渡轮，下了火车之后，我一定要搭一段巴士。这样一整天的行程顺序，都是我反复查了好久的时间表，对了好多次才排出来的行程，真是想给我自己一个掌声鼓励。在这段巴士上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，而且还会经过一条超级长的隧道，整整11公里，那是挪威第3长的公路隧道。好了，下了巴士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在这边逛一下。这里有个维京村，但是我们就没有时间逛这个维京村了。等会2点半，我们要在这里搭 ferry 回去 Flum。刚刚那个巴士是20分钟，有10分钟都是在隧道里面，我就好担心司机也睡着了，因为就是很长的一个隧道，然后就黑蒙蒙的。我跟我闺蜜都睡着了，我闺蜜说她梦到我们在邮轮吃晚饭。巴士站的旁边，也就是等会我们要搭渡轮的港口，旁边还有一间蛮大的纪念商品店和餐厅。如果没有要打算搭观光火车的话，其实也可以直接过来去参观挪威村，然后再搭峡湾渡轮回 Flum。而且邮轮港口的附近也蛮好逛的，这样的行程就不会太赶，还蛮适合北欧人的节奏的吧。
各位，你现在所看到的就是被联合国列为世界自然遗产的奈柔伊峡湾。是真人假人？是真人。有哎，是真人。我们这个 ferry 快要靠港了，后面就是我们的邮轮。我自己安排的 Flump 缩影，总共花了1565挪威币，包含了早上来回的火车、巴士，还有这个观光 ferry。以下就是我今天行程的费用和时间表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截图参考哦。邮轮公司把 Flump 火车和峡湾渡轮分开卖，两个加起来总价是4080挪威币。就算你愿意花这个钱，他们所安排的时间也不一定能让你一次满足这2个愿望。而我自己所规划的 Flump 缩影，费用还不到它的一半呢 ，CP 值超高的。最后，我想讲一句真心话。当我在剪辑这支影片的时候，看到这些风景还是好感动哦，后劲超强的 ，Flump 真的好美啊！来到这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，就好像是人生又解锁了一个梦幻的场景。我知道我所安排的行程有点紧凑，但也很充实啊。不过如果你的选择只是坐在峡湾前面静静的发呆，我相信这一点也不会有遗憾，因为这里是 Flump。